爱因斯坦曾经在这里用德语演讲过相对论。之前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的办公室，它的细节程度我觉得堪比苹果店拼缝的工艺。David Chipperfield 非常常用的一种设计手法，光影的柱廊。Hello， 我是魏洪涛，让我来说你能听得懂的设计。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即将揭开神秘面纱的外滩老师府。大家知道的万国建筑的外滩呢是黄浦江的第一立面，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它是外滩第二立面的一个重要的建筑，也是外滩唯一一座占了一整个街区的建筑。之前有一期拍过的洛克外滩园，它也是属于外滩第二立面的重要的部分。整个外立面呢，呈现的是一种新古典主义的风格，同时又结合了一些巴洛克风格的装饰那在它的2楼和3楼呢，艾奥尼的巨柱的一个阵列，象征着优雅女性的这个头发卷，非常漂亮。它的5楼呢，颜色呢跟老建筑很呼应，但是呢它是退后的，很谦卑，没有跟前面的外立面抢风头。它又是用了一个非常灰空间的柱廊，让整个的建筑呢在顶楼显得非常的轻盈。这里呢是老市府的主入口在这块它运用了非常有力量感的象征男性的塔斯干双柱的门廊。这栋楼呢始建于1914年，1922年完工，曾经是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大楼。那在1923年，爱因斯坦曾经在这里用德语演讲过相对论。在100多年前它是由英国皇家建筑师特纳来设计的他在设计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环形，但是因为受到1战的影响，这个区域当时是没有建造的。建筑师David Chipperfield在这边又把 C 字形给它补上了，所以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环，所以我们叫它百年围合。这里的外立面呢跟这里是不一样的，这里是比较传统的欧式，这个呢是一个简约现代的欧式它从比例线条上有非常好的呼应关系，去掉了很多繁琐和复杂的装饰，还是非常的协调和统一的。内庭院呢其实是通过2栋建筑分割成了2个广场，这栋红色的呢我们叫做老市府的红楼，这个呢叫做老市府礼堂。原来的老市府礼堂跟这个建筑是连在一块的，所以这次在改造过程中把它跟这边建筑脱开，所以人可以沿着内广场的一圈行进和穿梭。我一会儿带大家去内庭院看一下实景。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内部的庭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2栋建筑，这栋楼呢叫做老市府红楼，它的历史比外滩老市府更为的悠久，建成于1900年，它是一栋4层砖木结构、清水红砖的维多利亚式风格的建筑。这栋楼呢有安妮女王风格时期的影响，看到它上面有那种微缩的柯林斯的柱式，很有细节，很漂亮。未来呢，它会有非常高端的米其林餐饮在这边会有一个呈现，可以成为一个拍照打卡的圣地。平整的内庭院下面它其实往下挖了3层，第1层呢是商业，第2、3层呢是停车，整个增加了280个车位其实也解决了在外滩停车难的一个问题。但是因为地下要挖3层所以红楼它必须要平移。首先第一次把它平移到这个绿色的草皮，然后把那边挖好以后再给它复位回去，所以整个的工程技术难度挑战是非常大的，让我们想到了上海音乐厅搬迁的一个过程。身后的这栋呢是老市府礼堂它是一栋全新的建筑，建筑的造型和颜色跟旁边的老市府的建筑呢是非常的协调。这个极简的古典绿柱我很喜欢它有非常柔美的肌理。这个材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上海水刷石，但是呢它是用 GRC 的材料做的做了2个半圆形的把它扣起来。我们可以看一下1、2、3、4，这是老的，上面是新的。新的砖和老的砖呢，大概有10%到15%的一个细微的差别，这也是建筑师用非常巧妙的方式致敬了下面的老建筑。整个内庭院包括1楼的商业、5楼的高端的餐饮，明年呢将会向公众开放。现在我们来到了顶楼大家可以看到它这边有3个空间层次一个是室内的餐饮空间，另外一个呢是这个柱廊形成的一个灰空间，那还有一个就是外面完全开敞的空间。可以想象未来这边有非常好的露台式的外摆在这边吃饭，老的建筑品尝着美食和美酒，非常的惬意。这个呢是 David Chipperfield 非常常用的一种设计手法，柱廊的阵列非常的简单，又是上海水洗石的材料，撒下了非常漂亮的光影的柱廊。在建筑的东南角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圆形的广场，这个呢有一点让我想到了巴塞罗那一些城市的街角。为什么是圆形呢？它是为了方便当时马车的穿行。那另外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唯一的2栋一模一样镜像的楼。来跟我来看看一个很庄重的之前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的办公室，半圆形的空间的形态，这里边用了非常多的橡木，然后呢它的屋顶呢有非常漂亮的天花的纹理，据说这里边有金木水火土的寓意。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办公桌背后呢是一个壁炉啊。当这个建筑建成的时候呢，上海已经通电了，所以它在这里做了一个油汀的取暖器，所以那个壁炉呢就不用了。但是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它做成了中央空调，放在这里呢，是因为它想要保证天花图案的一个完整性，不用破坏原有的这些历史的肌理和图案。这些是100多年前的开关，我们试一下，开关，这是总控。我们现在是在一个会议室啊，它整个的墙面呢是用橡木来进行装饰，用橡木啊做的简约版的柯林斯的柱式，非常有细节。这个木质的小细节我真的服了啊！这条缝正对着这个木头的中央，它的细节程度我觉得堪比苹果店拼缝的工艺。这个阳台呢，在改造之前呢，它是有玻璃窗的啊，后来呢，在修缮的过程中把它全部去掉，还原到它原来本真的面目。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中央广场非常舒适的建筑和绿色的景观资源。地面的马赛克啊，它在修复的过程中呢，这个区域它的颜色相对统一一点的，它是新的。那在这个区域呢，它就是老的啊，因为它有斑斑驳驳的这种历史的痕迹。这里呢有一个在上海编号为002的电梯。那据说001找不见了，所以它应该就是上海现在仅存的最老的电梯。在这里边呢，它有一个手摇的东西啊，所以你要上下的话是要通过人的手摇才能操控这部电梯。这是一个100年前的金库啊，这个门特别的厚，可以看到啊，它是从伦敦运过来的。据说当时在开这个门的时候，这个专业的开锁匠开了7天才把它开出来。新中国的成立呢是1949年的10月1号。那这张照片呢展示的是1949年10月2号5星红旗首次插到上海的场景。具有特殊意义的老市府啊，经过100年维和以后，未来呢，这里将成为一个全新的融合了办公、商业、艺术、展览、文化的上海的新地标。